全网都在吃周杰伦和刘若雪的瓜，三字天王、私生子、西安 KTV 商业合伙人，热搜爆了一整天。周杰伦本人只发了2个字：照打。今天还是照例不聊八卦，想聊6件事情，每一件市面上我看全网也没有人讲过，每一件都比有没有私生子要重要10000倍。因为这6件事的背后藏着的是全球明星商业的底层规则，中国法律的价格洼地，娱乐消费20年的迁徙。以及一个顶流 IP 从人设到资产的终极穿越。来，我们一条一条的来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明星餐厅全球70%的失败率，为什么他俩只是大数据里的一个分子？周杰伦和刘若雪为什么散伙啊？不是因为感情破裂，是因为明星开餐厅，全球范围内70%都活不过5年。曾经有一个数据报告，调研了过去15年全球明星餐饮项目，结论是明星餐厅5年内失败率是60%到70%，是普通独立餐厅的2倍多。中国更夸张，海门餐饮的数据是明星餐饮倒闭率有78%，平均周期只有18个月。为什么失败率这么高呢？4个结构性的原因。第一，服务质量是实时可见的，明星不来了，运营90天内就肉眼可见的垮。第二，利润率极薄。餐饮纯利3%到10%，不像美妆品牌70%，毛利可以扛失误。第三，声誉建起来要几年，垮掉只需要几周。第四，重资产一家店的装修500万到2000万，一投就是5年起步。那什么样的明星餐饮能活下来呢？报告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，就是活过5年的都是3腿结构，不是2腿。哪3腿呢？明星权益合伙人加品类专家加专业运营方。最典型的就是诺布、罗伯特、德尼洛。是明星合伙人，松久信是大厨，还有专业的酒店集团运营，3腿齐全，活了30年。而周杰伦和刘若雪的 KTV 是什么结构呢？明星加本地人投资2条腿，缺了最重要的第3条专业运营方，所以失败是大概率事件，跟私人关系半毛钱关系没有。而且你再看周杰伦后面的餐饮投资，藤原豆腐店关了，天台食堂关了，麦吉奶茶因为山寨问题崩盘，摩羯电竞咖、网咖也萎缩了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不是刘若雪的问题，而是周杰伦整个餐饮投资逻辑的问题。他永远只出 IP，不投运营。而餐饮这个行业恰恰是运营决定生死的，所以第一个真相就是一句话：他俩散伙，也不是八卦，是全球明星餐饮70%的失败率里一个标准的样本罢了。第二个真相就是谜语式的爆料的法律套利，不说名字才是赚钱的关键。所以这第二个真相更扎心。为什么卓伟只说3字天王、刘姓女股东，就是不说名字？你以为他不确定？错了，不说名字，这才是这门生意的核心算法。这在全球有一个专门的词叫暗示诽谤。我们来比一比全球范围内诽谤的违法成本差多少。先看中国，北京四中院2026年刚判了一个案子，有人用假某某这种代称影视演员被判侵权，赔了多少钱呢？没说具体数字，但中国名誉权纠纷的精神损失赔偿通常是几万到几十万。当年范冰冰告宋祖德这么大的案子，也就判了29万。再看美国，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杜阿里帕2026年告三星电子未经授权用他的照片做产品包装，索赔多少呢？1500万美元。阿斯汀·霍夫曼告洛杉矶杂志批他穿女装的照片，一审判赔150万美元。辛普森的公开权估值，陪审团认定是2500万美元。所以你看懂了吗？卓伟的策略精准踩在了中国法律的灰色地带。不说名字，你很难告我指名道姓诽谤。我用3字天王、西安 KTV 引导全网对号入座，流量赚了，法律风险几乎为零。这也不是爆料，这就是法律套利，用最低的违法成本撬动最高的流量收益。不说名字，不是因为不确定，而是因为说了名字就不赚钱了。第二条真相，你以为狗仔队靠真相赚钱吗？他们靠的是模糊真相的法律安全垫。第3层真相是22万赔偿的全球价差，这才是刘若雪敢蹭的真正原因。第3个真相，我们来聊一聊周杰伦2019年告刘若雪说他的餐厅授权到期了，还继续用他的肖像宣传，最后法院判赔了多少呢？22万人民币加登报道歉。22万是什么概念呢？一家餐厅用华语天王的姓名和肖像，违法成本22万，平均1个月不到1万块。你要是刘若雪，你算算账，正经找周杰伦授权，1年可能几百万，我侵权用3年，最后赔22万。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这是经济理性选择。全球对比一下，就是美国的同类案件100万美元起步，中国呢22万人民币，差了多少？300倍以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明星 IP 山寨店、明星同款、明星代言照 PP 图，
因为违法成本比授权费便宜太多了，罚那点钱还不如1年授权费的零头。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来了，周杰伦为什么不往死里告呢？为什么只赔22万就算了呢？因为对他来说，打官司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远远高于22万的赔偿呀。22万对他来说就是个零花钱，他告这场官司的核心目的也不是要钱，是划清界限，告诉全世界我跟这个人没关系了，他再用我的名字就是犯法的。所以第三条真相就是刘热血是不懂，也不是不懂法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中国法了。肖像权的全球价格洼地才是所有蹭流量生意的底层逻辑。第四个真相 ，KTV 是上一代的短视频，周杰伦投资轨迹里的20年娱乐迁徙图。第四个真相就是我们把视野拉得远一点，为什么周杰伦2012年投资的是 KTV， 不是火锅店、奶茶店，也不是潮牌？因为2012年的 KTV 就是那个年代的短视频平台，是最大的线下流量入口。你把周杰伦的投资地图按时间线去排开，就能看到整整20年中国娱乐消费的迁徙。2000年唱片。周杰伦靠着卖专辑赚钱，华语乐坛黄金时代。2010年初 ，KTV 线下娱乐的入口，版权公播加上包厢消费，周杰伦投资西安真爱范特西。2015年代是综艺加手游，中国好声音评委，英雄联盟代言，屏幕娱乐崛起。2020年代直播加短视频加元宇宙，抖音入驻 NFT 数字熊 IP 证券化上市。2025年代机器人加 AI，语数科技合资公司四足机器狗人形演艺人。每一步它都踩在了流量入口迁徙的节点上，而 KTV 只是它上一个时代的流量阵地而已。全球 KTV 行业都在唱衰退，日本卡拉 OK 市场从2016年峰值7600亿日元跌到了2024年的5200亿。中国 KTV 数量2020年以来减少了40%以上，这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，是整个业态的谢幕。所以第四条真相就是周杰伦和刘热血的 KTV 合作也不是八卦素材，它是中国线下娱乐黄金时代的一块考古标本吧。他们的散伙本质上就是 KTV 这个业态死亡的通知书。第五个真相就是能告上法庭的才是真，没关系。明星合伙人纠纷的全球剧本就长这个样子。这也是最反常识的。很多人会说，你看他们一起做生意，肯定关系不一般。那我告诉你，能对簿公堂才是真的没关系。全球明星商业合伙人纠纷剧本惊人的一致。我给你念一下标准的流程：明星投资，本地合伙人操盘，初期蜜月，理念分歧，利益冲突，诉讼收场。90%的明星商业合作最终都是以法律纠纷结束的。美国的案例就是布兰妮斯皮尔斯和他的餐厅合伙人。叫玛丽，合作5个月就散伙了，互相指责管理不善，最后餐厅关门。贾斯汀·汀布莱克开了3家餐厅，最后全关了，然后都是慢慢退出，不欢而散的。中国案例更多，薛之谦的上签巅峰期30家店，2019年他退股，他父亲接手，最后全部倒闭。陈赫的贤合庄从800家店缩到了13家，加盟商集体维权。文章的8号院面馆因为周一见的事件直接口碑崩盘。周杰伦和刘热血的路径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剧本。2012年合伙，2014年刘热血退股，刘热血开新餐厅用周杰伦的肖像，2019年周杰伦起诉，2021年胜诉，这不叫翻脸，这叫商业标准的分手流程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真有私生子，真有见不得光的关系，22万算什么呢？私下转一笔账就封口了。用得着打2年官司吗？用得着把所有账目、合同、时间线全部摊在法庭上吗？打官司最怕什么？最怕的就是见光。真正有私情的合伙人反而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私了，绝对不会闹到法院去。会为了22万打2年官司的，只能是纯粹的商业关系。对簿公堂不是有私情的证据，恰恰是没有私情的铁证。都说日股价反而涨了，42亿的市值告诉了你，人设早就不值钱了。这最后一个真相最狠，我直接给你看数据，就是今天8月5号，周杰伦刘热血热搜第一。巨星传奇港股代码06683，周杰伦概念股今天涨了1.83%，盘中最高涨了6.5%，成交额3328万。全网都在传他的绯闻的时候，热搜爆了一整天，资本市场的反应就是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早就对周杰伦 IP 做过无数次的抗压测试了。2025年抖音入驻单日涨了94%，验证了 IP 流量弹性。2025年和语数科技合资做机器人，单日涨了20%，验证了 IP 科技的想象力。2026年新专辑加全中文合作，多重催化正在路上。今天的绯闻热搜，市场用脚投票也不影响。为什么不影响？因为巨星的传奇营收结构早就不依赖周杰伦的完美人设了，他卖的是咖啡、盲盒、机器人 IP 授权，这些东西跟周杰伦有没有私生子没有关系。你对比一下全球，老虎伍兹2009年性丑闻，代言全部掉光，艾森哲直接解约，损失超过了1亿美元。那是15年前，今天的顶级明星商业价值早就从人迁徙到了资产了。版权、上市公司、科技布局、城市级号召力，这都是资产。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一条绯闻就消失。所以全网都在担心周杰伦人设崩不崩。资本市场已经用涨价告诉你，他的商业价值早就不靠人设了。所以
这6个真相讲完了，你可能还会问，讲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为什么我不跟大家一起吃瓜？因为我发现一件事儿，大部分的人看热点看的是情绪，少部分人的看热点看的是结构，人跟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恰恰就藏在这儿。你看他有没有私生子，别人看的是明星餐饮的全球失败、肖像权的全球价格差、IP 的正确化抗风险能力，这些结构性认知才是真正能变现的东西。我不讲八卦。